就用柳枝做兵器。师傅，待徒儿有辱师尊啊！来人，渔网阵。快走！女儿，你干什么？杨过，我女儿诚心放你一条生路，你为什么不逃走？我姑姑在哪里？啊，杨兄弟！杨过，你服不服？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？公孙先生，我本来不想和你动手，但他一人打不过你，我只好帮他。我和他都没有兵刃，空手斗不过你的刀剑，请放我们走吧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去我的剑房，选2件兵器再说吧。来，动手吧。哎，我们先要把话说清楚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就不能再阻拦我们。如果你们能够赢我手上的刀剑，我当然任凭处置。
今天叫你领教领教我的阴阳捣乱刃法。毒发作了。姑姑，你不要看我，也不要想我，或许痛苦会减些些。我不看你，怎么使这玉女剑法？姑姑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不要动。光儿，你赢了，将我们二人一起杀了吧。姑姑。爹，拿下！各位失陪了。跟我走吧。柳妹，今天本来是我和你的良辰吉日，却被杨过这个小子讲得乱七八糟。我和他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原本不想加害他，我只想诚心诚意与你缔结100年良缘。今日之事，是祸是福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早知今日，不如你当初别救我，让我无声无息的死了，对我们3个人更好些。柳梅，我能够救你，就是我们有缘分。我对你一心一意，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？公孙止，你无耻！用这种下流的手段要求我姑姑给你成亲！你变身为青花所伤，每过1个时辰，你的疼痛就会增加1分，36日之后，就会因剧痛而死。12个时辰之内，我还有秘制解药可以给你医治，但是1日之后，却是神仙难救。他是死是活，就看你的了。我对你绝无加害之意，你尽可放心。12个时辰之内，如果你回心转意，呼喊一声，我马上拿解药来救他性命。
呀！你等等，我答应你，你快拿解药来救他。今晚洞房花烛之后，明天一早我就取药来救他。公孙姑娘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最多他重罚我一顿，与生命无关的。公孙姑娘，你如此侠义心肠，叫我如何报答？我不让你报答，我只要你要我什么？我只要你以后跟龙姑娘在一起的时候，偶尔也能想我。我和我姑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带你去找解药，走。杨大哥，你快藏起来！快点啊！快点！你快点啊！爹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。爹！你是在为杨过那小子偷解药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啊。灵儿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屡次背叛我？上次你带柳姑娘去见杨过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也知道，你早就看上了杨过那小子。我本想放了他，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性急？我本想在和柳姑娘成亲之后，爹就将你许配给他。爹爹现在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婚事，哪里还顾及自己的女儿呢？不错，女儿是倾慕杨大哥为人正直、有情有义，但是女儿也知道，在杨大哥心目中，也只有龙姑娘一个人。女儿之所以救她，是因为女儿知道，爹爹根本就不打算放过她，你恨不得她死了，好绝了龙姑娘的念头。放肆！你先帮助外人擅自闯入书房，企图偷窃。你知道，按照谷中的规矩，该当如何？该当处死。不错，你虽是爹的亲生女儿，但是谷中100年的规矩也是不能坏的。爹只好对不起你了。女儿，爹再问你一句，如果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不帮杨过那小子，我便饶了你。但是我只能饶一个人。你说要我饶你，还是饶他？饶他！我女儿果然有情有义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前慢！杨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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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杨大哥，想不到我会和你死在一起。都是我害了你。鳄鱼，杨大哥，这里天寒地冻，你先把我的衣服穿上，别冻着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从你的衣服里掉出来？绝情丹。你是不是该换上喜服了？我等绿萼姑娘回来再说吧。不必等了，她不会再到这里来了。我让她忙别的事情去了。怎么？你找她有事？我想见见过儿。我说过，我们成亲以后，我自然就会放她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她的。想吃我没那么容易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那么喜欢玩，那就玩玩吧。来啊！杨大哥，杨大哥，呀！我把他的头拧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半截灵芝，不就是老顽童从我爹的脂肪偷去的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老顽童塞在我身上。那天他在大堂当着你爹的面脱光了衣服，来证明东西不是他偷的。其实他已经悄悄地塞到我身上。难怪他后来还我大剪刀的时候说什么有来有往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来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杨大哥，你看。来宾杨过和公孙姑娘见过前辈。你所说的公孙谷主，可叫公孙止？是的，他是我的爹爹。前辈怎么知道？你是何人？晚辈小名绿萼，红绿之绿，花萼之萼。
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生的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今年18岁，2月初3生日，卯时生的，对不对？前辈怎么会知道的？你左边肩膀有个朱砂印记，是不是？快把你的左肩给我看一看，是不是有朱砂印记？你若有半句虚言，立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哼。我的亲亲宝贝儿啊，我的乖女儿，娘想你想的好苦啊！娘，你真的是我的娘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死了，娘，娘。那时我年轻貌美，无意间闯入谷中。他待我殷勤体贴，虽然我比他大几岁，但是终究禁不住他那甜言蜜语，一时糊涂嫁给了他。后来才知，他和我成亲，根本就是想探寻我们铁掌帮的武功。可那时我一心一意对他，根本没想到这一层。我帮他解决了仇敌，并传授给他那奸贼狼心狗肺。完全学会了我的武功后，就在我生你那一年，他背着我与一个叫柔儿的婢女偷偷勾搭上了。我那时一门心思照顾刚出生的你，全然没觉察到这对狗男女偷鸡摸狗。狗贼和那贱婢在我眼皮下耗了几年，还想拜托我商量着要远走高飞，离开绝情谷，永不归来。恰巧当时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只听那狗贼对那贱婢说：“我管他如何紧，他如何得不到自由。”于是我将他们投入情花丛中，让他们身中情花之毒，然后我毁了所有的解药绝情丹。啊！你啊什么？哦，我听前辈做事如此痛快，不由赞叹。那二人跪下求我饶他二人性命。我取出1枚绝情丹放在桌上，
对他们说道：“绝情丹只剩下1枚，只能救1个人的性命，救你还是救他，看着办。”当时那肩背疼得死去活来，在地上打滚。公孙止拔出长剑，说道：“柔儿，咱们到阴间做夫妻。”那柔儿见他如此情深意重，就挣扎着说道：“止哥哥，咱们一起死吧。”公孙止当胸一剑，便刺死了他。公孙止杀了柔儿后，我告诉他，其实我还有1枚绝情丹，若是他2人再苦苦求我，我本可救他2人性命。公孙止听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池姐姐，我并不后悔，我今后一心一意对你好，绝不再看别的女人一眼。”我以为他诚心悔悟，心一软，原谅了他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吃娘贼狼子野心，竟然在酒里给我下了迷药，将我迷倒，然后挑断我的手筋脚筋，把我抛入这深坑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掉到这儿来的？前辈，我们也是被公孙止推下来的。吉时已到，产新娘喽！我公孙止今日娶柳姑娘为妻，感天谢地。新人拜天地，这旧人又如何呢？尊驾是谁？谷主成亲，怎么也不知会故人一声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顾儿，姑姑，顾儿，阁下莫非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裘老前辈？我以为这个世上认识老朽的人都死光了，原来还剩下一位。只怕阁下是个冒名顶替的无耻之徒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啊？10多年前，裘千仞写过一封书信给我。如果你是裘千仞的话，那么那封书信便是假的了。我几时曾写过什么书信给你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来人，去我书房
把我锦盒中的那封书信拿过来。是。指弟魑魅军舰，自大哥与铁掌封上，丧命于郭靖、黄蓉之手。什么？我大哥死了？阁下，少啰嗦，快往下念。愚兄身愧数年来，恶行无穷。笔者华山论剑，愚兄得蒙一灯大师点化，早已放下屠刀，皈依三宝矣。修持日浅，俗缘难断。青灯古佛之旁，一长一集，兄妹昔日之欢也。临风怀想，围住多福，那子慈恩何时？原信在此，难道还不承认你是假冒的吗？大哥，二哥，你们可知我身受的苦楚吗？公孙志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是？我就是你杀不死的妻子裘千尺。弟子叩见主母。你当年故意把我推到青花丛中，让我受尽千真万次之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把绝情丹放在砒霜之中，叫我喝了也死，不喝也死。你知道吗？你娘就是这样一个心肠狠毒的妇人，她还逼我杀死了一个我心爱的女人。女儿知道，她是柔儿。是柔儿，柔儿，就是你，你这个心狠毒辣的妇人！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报仇的，但是他手脚的筋都断了，怎么报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孙姑娘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同归于尽。哦，拜堂还有凶器，不吉利啊！原来新娘子也是不想好好拜堂的。过儿，接剑。善哉，善哉！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与你塑心剑法。过儿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不理我？过儿，姑姑，我不能看你，也不能听你说话。为什么？他身中情花毒未解，怎么可以心中动情？你们的玉女剑是使不出来了。过儿，你把解药给我服了，你自己却没有服药，是不是？姑姑，我要杀了你，为过儿报仇。
刀非刀，假剑非剑，刀即是刀，剑即是剑。左赖凡若，右结忘归。老贼婆，你住嘴！踹他面门，刺他后心。刺他左刃，击他右臂。好你个杨过！妙哉妙哉！邱老前辈武学精艺，乃是让对手无破绽时露出破绽，佩服佩服！这狗贼的武功乃我所教，一招一式都在我心中。我只是恨我自己无力手刃这个王八羔子。求千尺，我杀了你！刺他后心。你怎么样？我不要紧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一个人对付他。你小心，小心！他见此有妖，刀劈相径。过儿，你使的这路剑法，我怎么没有看过？这是桃花岛的御箫剑法。姑姑，我再演示给你看弹指神功。他剑小右肩，刀手左肋了。小心，他要刀剑齐攻你的上盘。娥儿，去给你爹和杨大哥端杯茶去。你做错了那么多事，到现在还不诚心悔过吗？去给娘道个歉吧。给他道歉，门儿都没有。小子，
你刚才用了祖传的碧血功打他的穴道是没用的。不过现在他的碧血功已破，你尽可打他的穴道。你给我喝血茶？没错，是我的血。我20年前就跟你说过，你们公孙家的碧血功是难练易破，沾不得一点荤腥，不练也罢。你，老贼婆，你暗算我！老贼婆，打瞎你一只眼睛，这只是一点利息。你如此狠毒，我真后悔当年我没有杀了你。娥儿，去，把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爹给我杀了！娘，他毕竟是我爹呀！去！老贼婆，我杀了你！裘前辈，你的恩怨已经了结，晚辈告辞了。慢着，杨过，别人可以走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见过我女儿的身子。难道就这么一走了之吗？娘，在下并非有意冒犯你女儿，公孙姑娘，对不住了。姓杨的，我女儿哪点配不上你？她貌美如花，嫁给你委屈你了啊！哎呀，娘，趁着这里。彩礼齐全，灯烛俱备，贺可也是现成的。你们俩今日就成亲了吧？娘，怎么，你不是一心想嫁给这小子吗？娘给你做主还不好啊？前辈一番美意，晚辈极是感激。可是，晚辈已经心有所属。实在是不能去恋爱。姓杨的，你不肯娶我女儿也行，但你必须答应帮我办成一件事。办成了，我就把解药给你。前辈，你真的还有解药？其实我当年留了3枚。一枚让公孙止那老贼服了，另外1枚在我醉倒后给那老贼取走，后来落入杨过之手，他给你服了。还有1枚，我一直随身珍藏，已经10几年了，以备万一。你要我做什么事？我叫你取2个人的首级，一个是公孙止，还有一个呢？不是郭靖和黄蓉。郭靖和黄蓉？怎么，
你不认识他们？认识，而且这2个正好是我的仇人。即使前辈不吩咐，我也会杀了他们的。此话当真？我何必骗你？那，你先服下半枚绝情丹吧。18日后，你替2人的首级来见我，我就给你另外半枚。18日？为什么限定18日？你不是说36日毒才会发作吗？青花之毒原本是36日发作，现在他服了半枚绝情丹，毒势聚在一起，反而速度加快了1倍。18日后再服半枚，立刻解毒。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不愿意娶你，给他吃点苦头也不冤枉他。小子，还不快走！多耽误1天，就多1天的性命之忧。娘，万一杨大哥18日内赶不回来怎么办？杨大哥是个说一不二的大英雄，你为什么不把解药给他？我主意已定，你不必为他求情了。小子，还不快走啊！打扰多日，我等告辞了。告辞了。过儿，郭靖黄蓉武功高强，我有些担心。姑姑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斗智不斗力，你在这安心的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回绝情谷。我要跟你一起去，我们说好的，永远都不再分开。哎呀，龙姑娘，过儿，哎，过儿，你们2人来的正好啊！蒙古人攻城正急，你2人一到，正好为我平天必助，这也是满城百姓之福啊！郭伯母夸奖了。我和你郭伯母刚刚还在说起你呢。郭伯母在哪儿？我去拜见她。不必了，她这2天就要生孩子了，身体不便。姑姑，姑姑！杨过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小龙女，可小龙女却冷若冰霜，表示不认识他，还扬长而去。杨过急忙去追，公孙止却阻拦询问他姑姑姓什么。我姑姑她姓龙。那就是了。刚才那位姑娘，她姓柳，是在下即将迎娶的妻子，绝对不是你姑姑。她要嫁给你。杨过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道这短短几十日里发生了什么，姑姑为何不认识自己，还要嫁给别人，便不肯相信这个事实，更不相信姑姑会姓柳，于是请金轮法王作证，因为他认识姑姑。这个嘛，老夫没看清刚才那位女子的模样，
不敢妄下断语呀。杨过一愣，没想到金轮法王竟会害自己。而金轮法王正是由于败在他和小龙女联手的玉女素心剑法之下，遭受了奇耻大败，这才不愿他和小龙女再度和好。公孙止见金轮法王不愿作证，心中暗喜，便问杨过：“这样总该相信自己了吧？”公孙绿萼也补充说：“他真的认错了，那的确是自己的继母柳姑娘，不姓龙。”杨过一时之间只觉胸口闷涩，如欲窒息，但随即转念一想，姑姑执意不肯认自己，或许另有图谋，便决定另寻途径试探真相。于是向公孙止道歉，说自己适才不察，认错了人，请他勿怪。然后等众人全部离去后，悄悄跑去寻找小龙女，可却被公孙绿萼发现。公孙绿萼见他神情痛楚，想必是思念姑姑极深，不由得起了怜惜之意，好奇问他为什么他对姑姑的感情像是对心上人一般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姑姑就是我最心爱的人。你怎么会爱上你的姑姑啊？这岂不是乱伦？杨过当即满面凄楚地将和小龙女的点点滴滴全部说给他听。公孙绿萼听得十分入迷，又十分动情。虽然不知道杨过喜欢姑姑到底对不对，但却很钦佩他为了姑姑付出的一切。而杨过说着说着，忽然明白小龙女为什么自称姓柳了，因为自己姓杨，杨柳是一对。公孙绿萼见他始终认为自己继母就是他姑姑，便说继母是练功走火，被父亲救回来的。杨过便求他带自己见姑姑。公孙绿萼起初十分为难，可看着他悲苦的神情，芳心不忍，便帮他约小龙女出来。小龙女没想到公孙绿萼是受了杨过之托，看到他的刹那，心伤之下转头就走。杨过一把拉住他，问他到底为什么不认自己。可小龙女不认就是不认，因为她不想因为与杨过结成夫妇而累得他终生受世人轻视唾骂，这样自己也会于心不安。所以公孙止救了他，来到这绝情谷后吐露求婚之意，他便忍痛答允。想着此后既为人父，与杨过这份孽缘自是一刀两断，兼知绝情谷外人罕至，此生与杨过万难相见，便就决定幽居于此，日后去5八同城找个工作。可没想到周伯通竟会将他引来，此刻见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当真痛断肝肠。这有叫做绝情谷，在这里住下的自然是无情的人，你何苦在此久留？还是早些出国，去享受花花世界吧。公孙止在旁看了好久，见杨过始终纠缠不休，便厉声怒斥，说自己好意请他来喝喜酒，他却不知礼仪，还要纠缠自己的未婚妻，简直欺人太甚。然后让人将他插出谷去。杨过情急之下更加的疯狂，不停地呼喊着姑姑。哪知小龙女始终漠然不理，冷漠无比。她情伤难禁，悲痛抑郁之下，蓦地里呕出一口鲜血，2行泪水随之落下。姑姑，倘若我有不是，你尽管可以打我骂我，就算你一剑杀了我也心甘情愿。但是你不能不认我，姑姑，姑姑。小龙女听得又是怜惜又是伤痛，一时之间热血逆涌，竟也喷出一口鲜血来。公孙止见此恼怒异常，让大弟子樊一翁赶紧将杨过插出去。可杨过死都不出去，公孙止便暗示樊一翁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那么樊一翁能杀得了杨过吗？请看下集长须鬼大战神雕侠的讲解。喜欢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关注，铁血在此先行感谢。小矮人舞动1米多的长胡子，向对面的少年发起了挑战。来吧，老顽童没把你的胡子剪光，我来给你剪。樊一翁见杨过竟然侮辱自己的胡子，立即大喊：“吃我一胡子！”向他扫了过去。杨过见他的胡子甩动开来，极为凌厉，至少有10余年的功力，便挥舞铁匠牌大剪刀，以闪避为主，陪他游斗了10几招。待摸清了长胡子的攻击方式以及出招路数，便问他这胡子若是剪去，多久才能留回来？关你什么事？因为我3招之内必将你的长胡子剪掉。小子猖狂！你与我斗了10几回合，始终是个平局。你要3招之内取胜，哈哈，做梦！樊一翁立即飞身上前，长胡子不断横扫。杨过灵巧闪避，早已设想了剪刀的招数。等樊一翁旋身快转，使出必杀技时，故意落入他的圈中，配合起了他的攻势。而就在樊一翁以为必胜时，杨过却大剪刀咔嚓，果然只用了3招，就将他的长胡子从中剪断。我的胡子，我的胡子！
樊一翁又是可惜又是气愤，见杨过得意洋洋地将半截胡子扔了回来，更加愤怒，就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，然后让人抬来160斤的龙头钢杖，飞身接在手中，猛劈下去。一击不中后，又迅捷猛烈横扫过去。杨过见他身高虽然不逾4尺，却神力惊人，超强履历之下，将钢杖使得威猛绝伦，便以长剑抵挡。可没想到，却被他神力震得脱手飞出，身体也向后倒退出去。你当众辱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你现在已经失去兵器，我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，快取兵器来，我们决一死战。杨过却傲慢自大，说不拿兵器，他也不是自己对手。但转念一想，尊老爱幼是中华的传统美德，不能伤了他老人家的面子，便决定还是选一件。于是走到一株柳树前，折了一枝柳枝，伤心楚楚地对小龙女说：“他既然姓柳，那自己就用柳枝作为兵器。”短胡子，动手吧。樊一翁见他拿个破柳枝对战，显然是瞧不起自己，便无比愤怒地施展9981路泼水杖法向他杀去。所谓泼水，乃是泼水不进之意，足见这路杖法严谨紧密，密不透风。而杨过则是用打狗棒法对战，柳枝柔中带刃，虽不及竹棒，但厉害之处也不下于宝剑宝刀。尤其禅自觉的精妙招式使出来时，直接惊呆了围观的尼摩星等人。他们没想到杨过年纪轻轻，武功竟这般厉害。继续看时，杨过已凭着拨狗朝天等巧妙招式打飞了樊一翁的钢杖，又以腿功凌厉飞袭，一个借力回旋，出其不意打了樊一翁一个措手不及。柳枝也凌厉无比地直指他面门。樊一翁顿时脸如死灰，自知给师傅丢了人，便万般羞愤地向空中跃起。师兄！杨过见他竟要撞地自尽，急忙贴地飞行，在他落地之时，一掌将他拍起，稳稳地接在手中，救了下来。樊兄，你又何苦如此？我心中的伤痛胜你10倍，还都没有想到自己，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？比武你胜了，你还有什么伤痛？杨过却长叹一声，说比武胜败算得了什么？自己一生之中不知给人打败过多少次，他要自尽，他师父十分着急，若自己自尽，自己师父却丝毫不放在心上，这才是最伤心的事儿。樊一翁乍闻这几句话，心头一震，不由得黯然嗟叹。公孙止则让他不准再有这种傻念头，然后满眼愤恨地仇视着杨过。来人，渔网阵！16名绿衣弟子立即抢阵而出，拉着4张渔网，布下阵法，将杨过困在了里面。少年被困在渔网阵中，无法脱身。亭亭玉立的美女于心不忍，飞身而起，一道掌气直击而下，看似在对付杨过，其实却打开了一个缺口，然后故意跌落出去，造成被震伤的假象。快走！你干什么？我的脚抽筋了。公孙止早就看出女儿对杨过钟情，便也不藏着，怒问杨过：女儿诚心放他一条生路，他为什么不逃走？杨过表示：小龙女在哪里，自己就在哪里。公孙止见他还要纠缠，不禁怒火更盛，命人拿出了带有刀钩的渔网对付他。哎，公孙老儿，你用这般歹毒的家伙对付客人，要不要脸呐？公孙止并不理他，而是对杨过说：今天是自己大喜之日，他却无缘无故跑到谷中捣乱，与未婚妻纠缠不清。自己好言相劝，3番4次请他出谷，他都不肯离去，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。可杨过并未将他这番威胁的话听在耳中，而是满眼柔情地看着小龙女，慢慢走到了他跟前。姑姑，过儿今日有难，也许不能活到明天。这是你金陵所山的铃铛，是老顽童从你那儿偷取的。现在，物归原主吧。小龙女眼中透着些许忧伤，接在手中，寄回到了雪白绸带上，扬起在杨过面前。杨过心头蓦然一惊，无比激动地问他：愿意认自己了吗？我心中早就认你了。杨过的脸上顿时洋溢起了喜悦的笑容，他的苦苦坚持，真情实意，终于让小龙女痛苦不堪的破碎之心柔肠百转，感动之至，无法拒绝，决意不管天崩地裂，宇宙毁灭，也要嫁给杨过，永不分开。而此举直接惹怒了一心想占有小龙女的公孙止，他立即命弟子拿下杨过。小龙女当即将白金丝手套扔了过去，这白金丝手套柔韧之极，刀剑不入。杨过一落入刀钩渔网阵中，便以天罗地网式双手乱抓，很快就破开了渔网阵，还打飞渔网，刺伤了公孙止的弟子。公孙止怒不可遏，
让女儿去拿自己的兵器，决定亲手杀了杨过。小龙女念着他救过自己，不想与他为敌，便想让他明白自己对杨过的情谊，知难而退。于是，在看到杨过的背心被樊一翁抓出一个破孔后，从怀里取出针线包，穿针引线缝补起来，还和他柔情蜜意，互相关怀，乱撒狗粮。你们未免太过分了！可小龙女对他的话置若罔闻，依旧满眼爱意，对杨过诉说衷肠。等兵器取来要动手时，杨过却让他先别急，等小龙女给自己补好了衣服再打，然后旁若无人，继续秀起了恩爱。公孙止顿时又妒又恼，大骂他是小杂种。老头冲冠一怒，杀向对面秀恩爱的狗男女中的狗男，只因他老牛想吃嫩草，却被杨过这个狗男破坏。他的兵器乃是一柄锯齿金刀和一把又细又长的黑剑，持将开来，刀法刚猛，剑招轻灵，当真是精妙无比。杨过则以小龙女的雪白绸带迎战，可非但不顺手，还很快被打得手忙脚乱，飞滚出去。情急之下，他急忙举起樊一翁160斤的龙头钢杖硬拼起来。两件兵器相交的刹那，两人都被震得手臂发麻。再斗数招，公孙止无比诧异，没想到杨过竟能接得住自己10招以上。当下便将金刀黑剑阴阳双刃使得更加刚柔相济，阴阳相符，形成一个3尺有余的刀剑圈子，将他笼罩其中。哪知杨过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硬拼满打，毫不避让。眼见他龙头钢杖向上刺来，公孙止立即以金刀黑剑将其砍成2截。杨过正嫌龙头钢杖沉重，此时手上一轻，便要使出打狗棒法，哪知公孙止却忽然旋转黑剑，剑走轻灵，划破了他的手臂。有一个变招，黑剑架在了他的肩颈上。杨过，你服不服？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？柳姑娘，你是要我杀了他，还是要我饶了他？小龙女却说自己2人的生死都在他手上，他又何必问自己？而金轮法王这个臭秃驴不仅不帮忙，还故意出言相激，让公孙止最好放了2人，否则他的金刀黑剑未必是2人双剑合璧的对手。而他这么说，就是要坐山观虎斗，让3人斗个300俱伤。公孙止果然受激，说自己这绝情谷算不得什么地方，但也不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然后问小龙女真的想走吗？小龙女表示当然想走，但她若执意伤害杨过，那自己只能相助杨过一起对付他。我和他都没有兵刃，空手斗不过你的刀剑，请放我们走吧。公孙止倒也爽快，让人带2人去剑房挑选兵器。2人见剑房内尽皆列满兵刃，式样繁多，10之8九都是古剑，便不急于挑选，趁着没人，要好好享受一下单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可就在2人情意绵绵亲吻上去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了一阵扫兴的催促声。杨过只能无奈起身，忽见屋角里半截画像之下露出2段剑鞘来，他便走到跟前拿了出来，将其中一把交给小龙女。2把长剑出鞘的瞬间，2人都感到一阵凉意，剑身上也都刻着2个字：君子剑，淑女剑。而这2把宝剑正是倚天剑的前身。小龙女见剑身乌黑，无尖无锋，用来对付公孙止正好合适，便和杨过起身离开，哪知衣角却被情花挂住。姑别碰！糟了糟了！这一点点血没关系的。姑姑，这是情花，你在谷中这么久都不知道吗？小龙女一脸茫然，还真不知道。杨过待要解释，外面就再次传来一阵催促声，2人只好匆匆回到大厅。公孙止见2人竟然选了家传的宝剑，颇为吃惊，但想到换剑太麻烦，便让2人拿着比试。而比试前定下约定，如果自己赢了，小龙女就不能反悔婚约。可小龙女早已打定主意，如果输了，自己宁愿和杨过葬身绝情谷，也不会嫁给他。公孙止顿时怒不可遏，飞剑向杨过杀去。那么杨过和小龙女对战公孙止，胜负如何？请看下集讲解。喜欢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关注，铁拳在此先行感谢。糟老头手持祖传金刀杀向少年情敌，小心！小龙女急忙飞剑相抗，替杨过消解了金刀上的杀招。公孙止接刀在手，刀剑呼应，齐向杨过身上招呼。杨过见他来势凶猛，严守门户，接了3招。小龙女从旁相助，公孙止却只是以黑剑轻轻挡开，将全部杀招施向杨过。可小龙女又怎能让杨过有危险？所以剑法越使越凌厉，逼得公孙止不得不防守应对。而为了顺利击败他，和杨过双双离开这绝情幽谷，
小龙女便趁公孙止心软，凌空而起，横剑将他扫飞出去。公孙谷主，你这样西域莲香，恐怕要大吃苦头。公孙止本就火气上涌，立即怒斥不需要他这个臭秃驴指点，然后金刀黑剑刚柔并济，迅疾猛烈向杨过杀去，招招都是取他性命的杀招。尽管杨过和小龙女凝神对敌，可还是被他的连环快招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闪避之余，公孙止阴阳双刃的杀气直贯大厅，将屋顶削出一道长长的口子。杨过和小龙女大吃一惊，知道他已到了万般愤怒之境，便心有灵犀，君子剑和淑女剑联袂相交，使出了玉女素心剑法，以双剑合璧对战起了金刀黑剑。虽然金刀黑剑阴阳双刃的功夫十分奇特高明，但却有重大破绽。但凡高手50招后必能识破其中机关，但公孙止阴阳双刃既动，便自负50招内就可杀死杨过，所以杨过和小龙女的双剑合璧虽然厉害，他也并不是很担心。只是没想到这双剑合璧与心意有关，大有人剑合一之意，不仅震断了他金刀上的锯齿，还将他震退出去，让他惕然心惊。杨过，今天叫你领教领教我的阴阳捣乱刃法。说罢，刀柄和剑柄相对，刀剑竟然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把3尺3的神兵，杀气腾腾地横扫过去。连砍3刀的同时，使出了定阳针、虚实分金、荆轲刺秦、九品连抬4招。这4手剑招飘逸流转，4剑夹在3刀之中，立时就杀得双剑合璧出现裂痕。杨过尚能勉力抵御，小龙女却意乱心慌，想挥剑去削公孙止刀锋，但金刀势如飞凤，根本劈削不到。公孙止紧跟着又继续变换刃法，黑剑本来阴柔，此时突然硬砍猛啄，变成了阳刚的刀法，而笨重长大的锯齿金刀却刺挑削洗，全走单剑的轻灵路子，刀成剑，剑变刀，当真是奇幻无方，变化莫测。如此一来，刀剑错乱，招数奇特，让杨过和小龙女不由得手忙脚乱，连遇险招。但再斗数招，阴阳倒乱刃法的奇特已不能让杨过和小龙女生畏。两人屏气凝神，重新将分成2截的玉女素心剑法合二为一，相互配合，杀上前去。而这套双剑合璧的真谛，在于使剑的2人心心相印，魂若一人，所以2人柔情蜜意，心意相通，直接以万般神奇的剑术无上心法，以一招风光旖旎的举案齐眉，将公孙止震得倒跌出去。公孙止满眼恨意，看向2人时，只见2人心心相印，配合的温雅蜜意。小龙女更是柔情无限，凝视杨过。哪知就是这股柔情，忽然让他胸间犹如被大铁锤猛力一击，剧痛无比，惨叫着向下跌落。杨过吃了一惊，急忙将他接在了怀里。姑姑，你是青花毒发作了。情话，情话！公孙止满脸得意，没想到关键时刻，情花居然帮了自己大忙。而杨过赶紧让小龙女不要动情，否则会加重疼痛。可小龙女不看他，又如何使玉女剑法？眼见公孙止满眼妒意的持剑刺来，他急忙抢身隔开这一剑。杨过随即闪身而上，与公孙止斗在一起。可他此刻方寸大乱，右臂随即就被击中，君子剑脱手飞上高空。公孙止趁机猛刺过来，就要送他一命归西。小龙女急忙剑如流星，飞刺他背心3寸。忽见公孙止长剑止住，他也迅即收剑，倒飞出去。你赢了，将我们2人一起杀了吧！说罢，眼神坚决，长剑当啷掉落地上。可公孙止并不傻，他知道一旦杀了杨过，小龙女立马会殉情而死，所以只是将杨过拿下，押入一间石室，用渔网捆了起来。